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辉，这是我的第一支 YouTube 影片。虽然我本业是一个摄影师，但这支影片却不是摄影相关的主题，而是要介绍一个我很喜欢的服装品牌 Yohji Yamamoto 山本耀司的服装。那因为刚好我从真的入手他们家的衣服到现在，差不多刚好满1年了，所以想趁这个机会分享一下这1年来的心得跟收集。最早知道山本耀司，其实印象有点模糊了，可能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真的很久以前。那透过一些杂志啊，或是网络上的介绍，认识到这个设计师。那对这个品牌印象就是黑黑的，然后宽松，搭配着一些飘逸感跟很奇特的剪裁。那加上那时候又有一些很酷的外号，像是黑色诗人啊、服装结构大师等等，听起来就很中二、很帅。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那因为我是个很爱收集资料的人，所以对喜欢的东西就是会栽进去研究一阵子。所以后来就开始找了他的各种书来看，像是这个 My Dear Bump， 这算是他的自传。那像智一，就是他的各种访谈收集而成的一本书。那还有像他的纪录片啊，或是一些原文书等等，也都有在看。那不过虽然我看了许多，但我小时候其实对时装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而且这种时装品牌的价位对过去我来说可以说是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比较像是一个看艺术家艺术作品的角度去欣赏跟研究。那就算后来开始做摄影工作，做了好多年，工作上赚到的钱其实也是继续丢回摄影这个领域。以前可能为了拍照拍作品，连饭钱、便当钱都省下来，就为了买一些道具等等。那反而在自己制装这个领域上就很没有花心思。那平常买的衣服可能就凭着一些模糊的印象，一样是买一些黑黑宽的，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甚至不能说是类似风格的服装。那又过去好多年，就真的一直要到去年2024年中，偶然在 YouTube 上看到了一个叫草帽人的频道，介绍山本耀司支线品牌的一件裤子，我把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那当时看完，我觉得这件裤子非常好看，而且百搭。虽然当时再查了一下价钱，还是有被吓到，但是渐渐想了一下之后，觉得如果这件裤子真的非常好看，而且能穿好多年，甚至穿到老，那其实也是很值得的。加上在各种单品中，我觉得以台湾的气候，买长裤是最实穿、使用频率最高的。因为你如果买的是衬衫或是外套，那除非比较常待在冷气房，不然我想相对来说可以穿的天数应该会比较少。所以呢，这就是我入手的第一件 Yohji Yamamoto 的单品，男装主线的 Standard Balloon Pants。买的当下就一种圆梦的感觉吧，就真的是一种哇，帅就交给你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上身来试试看。将，那它叫 Balloon Pants 气球裤的原因在呢，它腰间用非常多的打折，让整体的版型非常的宽大。那在上下再用抽绳的方式去收紧，让它整体形成一个圆弧，有点像气球一样的轮廓。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裤脚的抽绳给放掉，那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宽的宽裤，有点像裤裙一样。我觉得这你可以自己去做变化，它真的非常的百搭。那我第一件入手的这件是羊毛 Gabardine Wool 的材质。那这个面料可以说是Yohji里面最具代表性的面料，它的垂坠感很漂亮，布不厚，但是却有一定的挺度，让身体跟布料之间会有一定的空间。那这也是山本耀司服装里面很特别的一个点，它非常追求这个布料跟身体之间的这个间。那因为我实在太喜欢 Balloon Pants 这个版型跟变化，所以我后来又入手了这一件3醋酸材质的 Slim Balloon Pants。这个3醋酸材质比起这件羊毛更适合夏天，摸起来非常的凉爽，而且比较有光泽。这件 Slim Balloon Pants 比起刚刚那件 Standard 版本的版型稍微略窄一点，但是
刚好非常适合这个面料的垂坠感。然后这件的抽绳是坐在里面的，所以更适合搭配腰带。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裤脚的抽绳放掉，一样是一个很宽的宽裤。那再来，我想介绍的是山本耀司的男装里面，号称有3大经典裤款，其中之一就是前面介绍的 Balloon Pants， 而第二个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的 Hakama Pants。Hakama 汉字是胯，它的设计来源其实就是日本的传统服饰。就像是和服的下身，或是武士装的一种裤子。那我买的这件是织线品牌关Y的版本，那材质也是嘎巴丁物。那我们一样上身来看看，因为我也曾经试穿过主线的版本，但主线的这边是用很多的扣子去调整腰围，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没有那么方便。那3大经典裤款，还有一款是 Core Pants 乌鸦裤，我自己没有购买，或许之后可以请有购买的人可以一起来做分享。那最后我想介绍的一件裤子是这件3醋酸材质的 War Pants， 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宽的裤裙，只是它前面有一个裁片，可以绑在这边或绑在这边去做调整。我们一样上身来看看。它这个裁片，它这边有一个像双低扣的东西，然后这边有一个绑带，这里有一个绑带，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固定在这，会变得有点像厨师或是工作围裙，或者是绑在这边也可以。这件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飘逸，它的飘动感非常的漂亮。那以上就是我拥有的几件山本耀司的裤子。对我来说，穿 Yohji 确实有点像圆了自己过去的一个梦，就也像是我自己与自己的某种对话跟成长。那之后这个频道还会继续分享我有的其他单品，当然除了衣服，我再来也会多做一些摄影相关的主题。如果你也喜欢 Yohji Yamamoto， 或者是对这类服装感兴趣，欢迎留言交流。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